最近有人援引俄罗斯某新闻说，2024年12月25日坠毁的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ERJ190客机没有听从空管人员的建议，自行决定飞往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套机场备降，甚至有人说因此才导致了坠毁，38人死亡。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推脱和攻击色彩，可以说是对为了航班安全迫降而努力的机组人员的侮辱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，这个定期航班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都格罗兹尼上空遭到了袭击，操纵系统因此受损，才不得不寻找可靠的备降场。而正是由于2位飞行员高超的技术，才使机上29人得以生还。从坠机现场的弹孔可以得知，飞机尾部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。在飞出 GPS 干扰区域之后，飞行跟踪软件 Flight Radar 24记录到了这架客机的轨迹。从轨迹上分析，方向舵和水平舵应该都严重受损，或许已经彻底不可用。2名飞行员应该是使用发动机推力在努力控制这架飞机的飞行，这就像汽车没了刹车和方向盘，却还要努力下山坡一样。飞机正常飞行时，使用尾部的舵面组合控制方向，一旦不可用，90%的飞机会很快坠毁。但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会通过降低推力的方式让飞机下降，在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加大推力使它上升，同时通过调整两侧推力大小让飞机转弯。阿塞航客机直到最后还在重复这个过程，可见飞行员一直在努力。这种控制的难度非常大，民航历史上只有一次半成功的案例，也就是美国的舒城空难。因为这种操作的滞后性非常大，需要很大的空间来腾挪，同时飞行员还必须努力保持飞机不发生任何的翻滚，也就是不能向左或者向右倾斜过大。当发现飞机的舵面控制受损后，可以说任何的飞行员都不会选择在格罗兹尼本地降落，因为这座机场在一个山谷里，没有回转的空间。这种情况下，最安全的航路是水面上空，因此选择飞越里海前往阿克套降落是最佳的方案。阿克套机场在一个荒滩上，适合迫降。另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往哪里备降本来也完全由飞行员做主。飞机正常飞行时要听从空管人员的指挥，然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则由机长做最终决定。仅从这个观点出发，未听从空管建议导致坠毁便是无稽之谈。这起事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俄罗斯的风声鹤唳，在未经核实的时候擅自对民用航空器开火，事情至今还没有听到俄罗斯进行正式的、深刻的、有诚意的道歉，没有听到肇事者本人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任何赔偿的消息，反而冒出一个未听从空管建议，这不能不说是第二次伤害。此次阿塞拜疆ERJ190客机的机长叫做伊戈尔·科斯尼亚金，是俄罗斯人，但全球飞友依然给了他很高的荣誉，感谢他高超的技术挽救了一部分人的生命。希望大家在看待问题的时候，应该从事实和真相的角度出发，少一些无知，多一些人性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